这个小伙拜单于为师学武，许其蜿蜒曲折的动作，跟着不停扭动身躯，顺势来上一招咸鱼突刺。即便睡梦中，也在无意识的不断练习，竟还真的让他悟出一套鳝鱼拳。身体曲折扭动，练习身法，接着又将双手快速钻进套环，练习精准度。待武学大成后，再将鳝鱼师傅炒成一盘硬菜，真是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其实他也想练习蛇拳，但因没人卖真蛇给他，只好退而求其次。他为何要执着于学习蛇拳呢？小伙皮球是镇里的一名赏金猎人，生性爱财又好赌，为了赚取赏金，甚至不惜偷取他人尸首，搞得警察局长用1块钱来通缉他。皮球也不在意，整天想着抓捕大盗，扬名立万。某日，他看到公告栏悬赏大盗小胡子50块大洋，当即接下悬赏令。一番追查下，还真的找到了目标。只可惜他武功平平，虽知发财就在眼前，却无力逐鹿，只好36计走为上策。知晓实力差距悬殊的他，找上自己的一帮同行，准备与朋友联手，商定事后五五分成。两人闯入青楼，找到正在寻欢作乐的小胡子，朋友掏出拐子棍，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轻松压制小胡子。趁着两人激斗之时，皮球顺手牵羊将小胡子钱包摸走，随后两人合力将小胡子拿下。岂料当押送警局领取赏金后，朋友却是不肯分成，独吞赏金，还以他那赏金少得可怜的通缉令来威胁他。皮球不得已只能自认倒霉，好在还有顺来的钱包，只是里面1分钱都没有，而是装着送给4名江洋大盗的书信。皮球喜出望外，找到贼窝也是不虚此行，当即找上行里的前辈老伯。要说姜还是老的辣，任凭对方招招凶残，老伯依旧信手拈来，干净利落将其制服。可惜论精明，皮球哪里敌得过老油条，最终还是没能分上一杯羹。不甘心的他只好将目标投向下一个大盗归功德。此人身旁总是跟着大批打手，但却最喜欢诱拐良家少女。皮球灵光一闪，找到青梅竹马的阿梅，想要引蛇出洞。果然归功德一见，顿时两眼放光，屁颠跟着皮球离开。到了地方才发觉上当受骗，当即施展自己的看家本领星星拳。看似滑稽可笑，倒也像模像样，只是也仅止于此了。正当归功德想爬墙溜走时，皮球掏出绳索将其带回。刚才还威猛的猩猩，现在被他当成猴耍，轻松制服江洋大盗。皮球刚想带着归功德向同行炫耀，见众人正在赌钱，一时犯瘾的他将归功德当作抵押。不成想运气实在太背，第一局就把归功德输了出去，忙活了一天还是白干。剩下的只有飞天大盗胡良与八旗。与此同时，胡良与八旗也得到了风声。八旗胆小怕事儿，想讨要散伙前外出躲避风头，哪知胡良生性多疑，认为他是想要去通风报信。待皮球赶来时，正看到两人打得不可开交，胡良轻松碾压八旗，一拳将其打杀。从旁窥探的皮球见他这般凶残，赶忙找来朋友相助，却也不是胡良的对手。心狠手辣的胡良将对方的头往墙上猛撞，吓得皮球急忙开溜。一般的好手都不敌胡良，皮球只好再度请老伯出山。老伯的灵蛇滚手堪称一绝，手成蛇形，长于刁钻灵活，经验老道，攻势迅猛，配上一杆烟枪，招招封他全路。岂料胡良不敌，转而掐诀念咒，状似发扬巅峰一般，施展茅山道术，请神上身，顿时如有神助，不惧拳脚，使出鹤拳，招招克制老伯的灵蛇滚手。随后又打出一套醉八仙。万没想到，这胡良竟是集各路法门于一身。这下老伯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垂死挣扎。皮球见势不妙，脚底抹油。得知老伯死讯，同行的黑衣剑客深知胡良难缠，但作为剑客就是要一往无前。双方约定在山头决斗，随着2声剑鸣传来，双方各自亮出宝剑。稍息，两人站在一处，剑影纷飞，晃人心神，鸡鸣之音不绝于耳。可数回合后，剑客神情凝重，胡良却是依旧气定神闲。显然论剑法，胡良更胜一筹，且他利用剑柄处的剑穗不断扰乱剑客视线。随着数道寒芒闪过，两人分立两侧一动不动。
少时胡良收剑入鞘，剑客却是腹部中箭倒地身亡。见状，皮球只好再度逃命。他内心极为愧疚，因他功夫不行，想让同行帮忙，却成了葫芦娃舅爷爷排队送命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功夫不行可以自己练。皮球想到老伯的蛇拳能克制胡良，本想上街买条真蛇用来学武，可老板不肯卖给他。瞥见一旁的鳝鱼摊，顿时灵机一动，既然蛇与鳝鱼相差无几，何不买来几条鳝鱼学武？自此，皮球每日观察鳝鱼的动态，看准其蜿蜒曲折的身形，不停练习扭动身躯，取其灵活多变、捉摸不定的韵味，竟还真的让他创出一套鳝鱼拳，身形滑不溜秋，无人可抓握。拳法终于练成，但如何克制胡良的剑法还是个问题。正当他拔剑挥舞之时，差点伤到阿梅，但看着挡下长剑的铜盆，心中顿时又有了主意。皮球信心满满找上胡良，此次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双方立时拔剑相向。然而皮球虽有些架势，却依然不如胡良剑法精妙，招招逼得他狼狈不堪。而胡良也失去了玩弄的兴趣，寒光一闪，杀招已过，随后潇洒收剑入鞘。未料皮球身穿铁衣，毫发无损，而胡良的规矩就是一旦收剑便不再拔出。岂料胡良也留了一手，并未真正收剑，寥寥数剑便将他的铁衣卸下。好在皮球机灵，看准时机将长剑收入自己的剑鞘，这一关算他过了。接着胡良使出沾衣擒拿手，皮球也将自创的鳝鱼拳施展而出，身躯滑不可握，找不到发力点，扭动游走在地上，灵活自如，略显鬼畜的双手游离不定，一招鳝鱼穿洞还真让胡良感到压力。见此招不成，胡良再用神打请神上身，却屡屡被皮球干扰，甚至还拿出了女子贴身衣物，彻底将他的神打术破解。皮球得意洋洋，未料胡良还藏了一手轻功。怎么你还有一招飞来飞去呀？好，你别走，我现在回去练。这下就像是考试撞见未曾复习的考题，彻底抓瞎。胡良自然不会放虎归山，身形腾转，轻松将皮球玩弄于股掌间。正在皮球束手无策之时，忽然他的两个随身铁球弹出，皮球顿时灵光乍现，随手一抛下，弹性十足的铁球当场让胡良成了爆丸小子。眼见一击得势，皮球顿时化身运球大师，密闭的房间让铁球得以充分发挥。胡良的轻功再也无用，被铁球击中，当场摔落楼下，却刚好被阿梅叫来的警察撞见，辛辛苦苦受罪无数，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